我们今天来谈一个现象，一个非常普遍但又被大多数人严重误解的现象。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人好像老得特别快，才30出头就开始掉头发，头发白，记性差，40岁刚过就叹气说自己不行了，精力体力断崖式下跌，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到了50、60岁，更是被各种所谓的老年病缠身，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更不要说那些让人不胜其扰的小毛病，晚上睡不着，夜里要起来上好几次厕所，白天没精神，手脚冰凉，腰酸背痛。你觉得这是正常的衰老吗？我告诉各位，这不正常，这不是衰老，这是早衰。你带着这一大堆问题去看西医，他给你做了全身的检查、抽血、CT 折腾一大圈，最后告诉你你的指标基本正常，然后给你一个又一个的诊断，你睡不着，这是神经衰弱或焦虑症。来给你开点安眠药，你夜尿多，这是膀胱过度活跃症。来给你开个药抑制一下，你腰酸背痛，这是腰肌劳损、椎间盘突出。来贴膏药做理疗，你手脚冰凉，这是末梢循环障碍，你没精神，这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你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西医把你的身体切割成一个独立的零件，分开来看，好像都有道理，但实际上呢，全错了，大错特错。你吃了他的药，安眠药让你昏睡，但你早上起来更累；抑制膀胱的药让你暂时不尿了，但你身体里的水更排不出去了。膏药让你腰部暂时不痛了，但那个酸软的感觉一点没少。为什么？因为他们全都在树叶上做文章，而你的树根快要烂掉了。我今天要告诉各位，你身上这千万条的不舒服，在中医看来，根本就不是独立的问题，它是一个问题，是一个源头坏掉了，导致下游千万条支流都出了问题。这个源头是什么？就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你的肾阳，你命门里的那把火快要熄灭了。很多人一听到肾虚，马上就紧张，立刻联想到那方面不行了。这是被现在很多不入流的广告、不学无术的专家给带偏了。你必须先搞清楚，中医讲的肾，不是西医解剖学里那2颗在后腰的腰子，那只是一个物理器官。中医讲的肾是一个功能系统，是先天之本，是做强之官，是我们生命的根，它藏着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最宝贵的能量——肾精。这个精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原始物质，骨髓、脑髓、牙齿、头发、荷尔蒙，它的根源都在肾精。但是光有精这个物质还不行，我们身体要运作需要能量，需要气。这个精要如何才能转化成我们能用的气呢？它需要一把火，这把火就叫做肾阳，也叫做命门之火。我给各位一个最形象的比喻，你一听就懂了。你可以把我们的身体想象成一个古代的蒸汽锅炉房，肾精就是你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煤炭，这是物质基础。肾阳非命门之火，就是锅炉底下那一把熊熊燃烧的火。肾阴就是锅炉里的水，肾气就是煤炭被火点燃，烧开了锅炉里的水所产生的蒸汽，这个蒸汽就是我们生命的动力，它推动你的心脏跳动，推动你的肺部呼吸，推动你的脾胃消化，推动你的大脑思考，推动你身体里所有的机器运转。现在你来看，你命门之火不够旺了，会发生什么？第一，火力不足，蒸汽就不足，火太小了，煤炭无法被高效的气化，产生的蒸汽就少，你的身体这个大工厂动力就不够，你整个人就会没气，表现出来就是精神萎靡、疲倦乏力，懒得说话，做什么都提不起劲，脑子像一团浆糊，反应迟钝。第二，火力不足，水液就泛滥，火小了，锅炉里的水烧不开，甚至还会结冰，这些冷水、沸水在锅炉房里到处流，这就是你身体里的寒湿，水往上走，寒湿困住了你的脾胃，你就吃不下饭，肚子胀，水往下走就变成了尿。现在我们回头看你那些病，你就全明白了，就是你这个锅炉底下的火不够旺。我们的膀胱，中医叫做周都之官，它负责储存和排出尿液，但膀胱的开合需要气的物摄，这个气的根源来自于肾阳的温煦，你火不足，气化功能就弱，身体里的水液没办法被蒸腾到全身去利用，只能往下走，变成源源不断的尿液。同时呢，火小了，气就弱了，膀胱这个门也关不紧了，像个松掉的阀门。所以你稍微有一点尿就想上厕所，晚上根本憋不住，
西医说你膀胱过度活跃，我说你那是肾阳不足，阀门关不紧，哪个对？你吃了他的药，阀门是暂时给你锁住了，但你身体里那股寒气还在，水还在，本源没解决，一停药照样尿，甚至水排不出去还会水肿。很多人失眠不是睡不着，而是睡不成，或者凌晨1、2点、3、4点准时醒过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心理烦躁，脑子里像放电一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典型的心肾不交。我们中文讲心属火在上，肾属水在下。一个健康的人是水火既济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上面的心火要能下行到肾去温暖肾水，这叫心火下交于肾。你下面的肾水要能上行到心去制约心火，让它不要过旺，这叫肾水上济于心。这样水火阴阳达到平衡，到了晚上心神就能安然入睡。现在你肾阳不足，你的肾水就变成了一盆冷水冰水，你上面的心火想下来，一看底下是个冰窖，根本下不来，它下不来，就只能在上面飘着乱窜，这就叫虚火上炎，也叫孤火。这股假火在上面烧你的心，你就心烦焦虑胸闷，烧你的脑，你就失眠多梦，脑子停不下来，这股火再往上烧你的嘴巴，你就口腔溃疡，烧你的脸，你就满脸长痘。你去看西医，他一看口腔溃疡长痘，好，你上火了，给你开消炎药，让你喝凉茶，吃黄连、栀子。我告诉你，你再喝凉茶就是雪上加霜，你本来就是底下寒，才把火逼到上面，你再用这些寒凉的东西去浇灭这个假火，只会让你底下那把真火熄得更快。这是在自断生路，你听懂了没有？这个最简单了。腰为肾之府，腰是肾的房子，肾阳就是你身体的中央暖气，你中央暖气都关掉了，那四肢末梢肯定就是冰冷的。你肾的房子没有火力来温暖，它自然就又酸又软又怕冷。所以你看，夜尿、失眠、怕冷、腰酸乏力，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清楚楚地指向一个根源：肾阳虚，命门火衰。那么如何才能把这把即将熄灭的命门之火重新点燃起来呢？今天我就要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但是效果极其强大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内核就是我们厨房里常见的一味调料，也是一味救命的中药——肉桂。很多人家里都有肉桂粉，炖肉做甜点的时候放一点，很香。但你不知道，这味药在金方大的手里是救命的宝贝。肉桂药性是心肝大热，归心肝脾肾经，你看它这个药性大热，就像一团火一样。但是肉桂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它简单的热，而是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本事，叫做引火归元。什么叫引火归元？就是我刚刚讲的，你肾阳虚，心火下不来，在上面飘着，变成了虚火。这个虚火到处乱窜，让你口腔溃疡、牙龈肿痛、失眠烦躁。这个时候你用一般的清热药，比如黄连、栀子是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你需要一个向导，把这个迷路在外的皇帝重新引导回到他自己的宫殿里去。肉桂就是这个最优秀的向导，它味道是辛，是香的，能够通行12经脉，无处不到。它能一下子冲到你身体的上部，心肺头面，找到那些捣乱的虚火，然后用它的甘甜之性把这些火哄住、黏住，最后再用它的大热之性，领着他们顺着经络一路往下走，一直送回到肾的命门里面去。我打个比方，肉桂就像一个说客跑上去对那个流浪的皇帝说：“陛下，您在外面受苦了，您的宫殿已经打扫干净了，请回宫吧。”然后一路护送他回家，火一回到家，你上身的假火就降下来了，嘴巴不烂了，心里不烦了，脚也睡得安稳了。你下焦的肾脏得到了这个真火的补充，就像锅炉底下重新加了猛火，整个身体的阳气瞬间就被点燃了。所以你看，中医用药是不是像用兵一样，有策略、有智慧？不是简单的热就加热，寒就用寒。但是光用一个肉桂，力量还是单薄了一点。就像一个将军再厉害，也需要一个好搭档。而且你光点火，如果煤炭不够了怎么办？所以今天我要讲的重点来了，肉桂加它补肾效果翻10倍。这个它是什么呢？在这里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给大家介绍2位肉桂的黄金搭档，一个是大将，一个是谋士，看你怎么用。黄金搭档1号枸杞子，阴阳双补，
水火共济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日常养生来说，肉桂的最佳搭档就是枸杞子。很多人会说，尼斯啊，枸杞子不是补阴的吗？它性甘平，主要是补肾经、养肝血的，跟大热的肉桂配在一起，不会打架吗？问得好，这恰恰就是中医最高明的智慧所在。阴阳互根，孤阴不生，孤阳不长。你再想想看，我前面说的那个锅炉的比喻，肉桂是点火的，是补充火力的。但是如果你的锅炉里煤炭本身就不多了，你光在那边拼命的加大火力，会怎么样？你会把锅炉烧干、烧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自己乱吃补阳药，比如鹿茸、锁阳、各种鞭，吃到最后口干舌燥、流鼻血、眼睛红肿，更睡不着了。因为它没有水阴去制约那个火，它那是空烧，而枸杞子就是来给你加水、加煤炭的，它滋补肾阴、填补肾精，就好像一边给你加火，一边给你填足了燃料。这样一来，肉桂的火力有了物质基础，就不会变成伤人的燥火。枸杞子的滋阴得到了肉桂阳气的温化，它的滋阴效果也能更好的被身体吸收和运化，不会变成难以消化的阴寒之物。很多人单吃枸杞会拉肚子，就是因为太寒凉了。一个补阳，一个滋阴，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在你的下焦形成了一个完美的水火既济的小循环。肉桂把火引下来，温暖了枸杞子滋养的肾水，温热的肾水上行，去滋润心阴，心火就更安稳了。这才是真正的王道，补阳的同时不伤阴，滋阴的同时不碍阳。肉桂枸杞茶，日常养生第一方，这个方法非常简单，你在家就能做。材料优质肉桂粉3到5克，一定要买药用级别的肉桂粉，颜色比较深，味道辛辣浓郁，不是西点里那种淡淡的桂皮粉，那个没力。宁夏钟灵的优质枸杞子15到20粒。做法：把枸杞子放在杯子里，用刚烧开的开水先冲泡，盖上盖子焖5分钟，让枸杞子的药性先出来。等水温稍微降到80度左右，不要用滚烫的开水，会破坏肉桂的挥发油。再把肉桂粉放进去，搅拌均匀，盖上盖子，再焖2到3分钟就可以喝了。喝法时间最好是上午晨时、巳时及7点到11点喝，因为上午是阳气生发的时候，顺天时而动，补阳效果最好。喝下去以后，你就会感觉到一股暖流从胃里升起，慢慢的流向你的腰部，然后通达到你的四肢，非常舒服。禁忌晚上不要喝，特别是临睡前，因为肉桂是辛香走窜的，会扰动阳气，反而影响睡眠。身体有实热、阴虚火旺、手心脚心发热、口干盗汗、舌红少苔的人，暂时不要喝。正在感冒发烧、喉咙痛的人不要喝，孕妇不要喝。我有一个病人是个40多岁的男士，做电脑编程的。他来找我的时候，脸色是青白色的，一点光彩都没有，眼袋又黑又大。他很痛苦地告诉我，他最大的痛苦有2个。第一，晚上起来上厕所4、5次。他说：“尼斯啊，一个晚上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根本没有深睡眠。”第二，白天坐在办公室里，就算开着暖气，脚也是冰冷的，要穿2双袜子，整个人没精神，脑子像一团浆糊，代码都写不出来。我一看他的舌头、舌淡、苔白滑，一摸他的脉，沉细无力。我问他：“你是不是腰也酸，而且对夫妻之事也没什么兴趣了？”他脸一红，点了点头，很明显，典型的肾阳虚、命门火衰。西医给他开了药，他吃了一堆都没用，我就让他回去，别的药都停掉，就喝这个肉桂枸杞茶。我让他用5克肉桂粉、20粒枸杞，每天上午9点左右喝1杯。同时，我嘱咐他3件事：晚上10点半必须上床睡觉，戒掉一切冷饮、冰水，所有东西都喝温的。每天晚饭后用热水泡脚，泡到微微出汗。他半信半疑的回去了。2个礼拜以后，他来复诊，整个人都不一样了，脸色开始有红润的光泽，眼睛里也有神了。他很兴奋地告诉我：“尼斯啊，太神了！我现在晚上最多起来1次，有时候能一觉睡到天亮，脚底板暖和了，白天脑子也清楚多了。”你看，就这么简单的2味药，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抓住了根本，它不是去通你的小便，也不是去镇静你的神经，它是直接到你的锅炉房里，把你的命门之火给点起来了，火一足，气化功能正常了，尿液能被固摄住，夜尿自然就少了。火一足，
能够下焦于肾，心神安宁了，睡眠自然就深了。火一足，阳气能通达四肢，手脚自然就暖了。这就是中医的智慧，大道至简。黄金搭档2号致父子破冰船，回阳救逆的大将军讲完了日常保健用的谋士枸杞子，我们再来讲一位真正的大将军。这位大将军一般人不敢用，很多中医也怕用，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救命的仙丹，它就是治附子。附子是乌头的子根经过炮制而成的，它是什么药性？心肝大热有毒，它是回阳救逆第一品药。什么叫回阳救逆？就是一个人阳气快要散失光了，四肢厥冷，脉搏微弱，冷汗直流，快要死了，用上附子，能把这个阳气给抓回来，把人从鬼门关拉回来。如果说肉桂是引火归元，是把火引导回家，那么附子就是直接在命门里扔进去一个深水炸弹，瞬间就能炸开一团巨大的火焰，它能破开身体里最深最顽固的寒冰。当你的肾阳虚到一定程度，身体已经不是寒了，而是冰封了。这个时候，光用肉桂的力量，就像在冰天雪地里点一根火柴，可能很快就熄灭了。你需要一个更强大的东西，先去破冰，把整个寒冷的局面打破。附子就是这个破冰船，在经方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子，叫做金匮肾气丸，也叫桂附地黄丸。这个方子是医圣张仲景创立的。你看它的名字，桂附就是肉桂和附子这2味药，就是这个方子的内核灵魂。他们2个联手，一个引火归元，一个温肾助阳，就像2位绝世猛将协同作战，能够迅速的把衰败的肾阳给重新创建起来。当然，附子是有毒性的，必须经过正确的炮制。我们现在药店里买到的都是治附子，而且必须在有经验的医师指导下使用，不能自己乱来。我在这里讲，不是让你们自己去吃附子，我只想让各位明白这个理通了，你就知道中医是怎么看病的，怎么用药的。一个真正的好的中医，看到病人是肾阳虚衰、寒气逼人，他是敢用附子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病人的身体急需这股雷霆万钧的力量来破除寒邪。如果畏手畏脚，用一些温吞的补药，那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耽误病情。我把最好的方法告诉你们了。但是中医治病从来不是只靠几味药，药是帮你一把，是推你一下，但路还是要你自己走。如果你一边喝着肉桂枸杞茶，一边还在拼命的做着伤害阳气的事情，那神仙也救不了你。所以要想把你的命门之火养得旺旺的，你必须做到以下几点，这几点比吃任何补药都重要100倍。第一，戒寒凉，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铁律。我不管西医怎么告诉你说要多喝水，喝冰水对身体好，我告诉你，这是在谋杀你的阳气。人的胃，中医叫做中焦，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它喜欢温暖，害怕寒冷。你一杯冰水，一个冰淇淋，一根冰香蕉下去，就像一盆冰水直接浇在你的炉火上，瞬间就把你中焦的阳气给浇灭了。日积月累，寒气就会从中焦一路下沉，直到你的肾脏，把你的命门之火给冻住。现在很多年轻人20-30岁就一身的毛病，手脚冰凉、痛经、乏力、不孕不育，其实很多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夏天猛吹空调，4季都喝冰饮，这些坏习惯就是在给你未来的疾病埋下祸根。所以从今天起，把你的杯子换成保温杯，只喝温开水。所有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都要放一放，回到室温再吃。做菜少用苦瓜、西瓜、冬瓜这些寒凉的食材，这个习惯你坚持一辈子，你的阳气就能保住一半。第二，早睡一定要早睡，我讲过很多次，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是子时，这个时候是一阳生的时候，是自然界和我们人体阳气开始生发的时间点。这个时候你必须在深睡眠状态。为什么？因为阳气的生发需要一个极其安静、阴寒的环境。白天我们的阳气在外工作、学习、运动消耗掉了，到了晚上，阳气要回家，回到我们的脏腑里，特别是回到肾里去充电。这个充电的过程就必须在睡眠中完成。你如果过了11点还不睡，还在看手机、看电视、加班应酬，你的阳气就回不了家，还在外面飘着，继续消耗。这好比你的手机用了1天，晚上该充电了，
你不但不冲，还开着屏幕在那打游戏，你觉得这个电池能用多久？长期熬夜的人伤的首先是肝血，然后必然会损耗到肾精，精血同源，精耗了，阳气就失去了根基。所以熬夜的人，你去看，脸色都是青黑色的，眼圈发黑，那就是肾的本色露出来了，是肾精严重透支的表现。所以不要找任何借口，晚上10点半准时上床，这是为你的生命充电，比任何补药都管用。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话没错。运动可以生发阳气，促进气血循环。但是现代人很多运动方式是错的，很多人喜欢晚上去健身房，把自己搞得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觉得很过瘾。我告诉各位，这是在泄你的阳气。晚上阳气主唱，你应该安静下来，你偏偏要去劳动它，让它兴奋，让它通过汗液大量的往外泄。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还要再耗一次，这是双重损伤。那么应该怎么动？最佳运动时间，早上太阳出来以后，这个时候顺应自然，阳气生发，你稍微一动就能把身体的阳气调动起来。最佳运动方式，微微出汗的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运动到身体发热，后背微微有汗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搞到汗流浃背。汗为心之液，大汗会伤心阳，也会耗气。在这里教大家一个补肾的特效动作，每天搓后腰。我们的后腰就是肾脏所在的位置，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叫命门穴，就在肚脐正后方。你把两手搓热了，然后上下搓你的后腰命门穴和两边的肾腧穴，一直搓到发热为止。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直接把热力传导到肾脏，给你的命门之火添财。没事就搓一搓，比吃什么都好。第四，保护好你的情绪。七情伤五脏，其中恐伤肾，过度的恐惧、惊吓会直接损耗我们的肾精。你去看，一个人如果受到极度的惊吓，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大小便失禁。为什么？因为肾失恶变，恐惧让肾气瞬间涣散，它就固摄不住了。在现代社会，我们可能不会遇到被老虎追这种惊吓，但是我们有慢性的恐惧、焦虑，对未来的焦虑，对工作的焦虑，对健康的焦虑，这种长期的慢性的精神压力，就像小刀子一样，一点一点的在割你的肾精。所以要学会调理自己的情绪，多看看书，听听音乐，走进大自然，把心放宽，天塌不下来。很多你担心的事，99%都不会发生。当你心神安宁了，你的肾精才能稳固的封藏住，你的阳气才有根。我今天啰里啰嗦讲了这么多，从夜尿失眠讲到肾阳，讲到肉桂、枸杞，又讲到生活习惯。我不是想把各位都培养成中医师，我是想传递一个最重要的观念：我们身体的健康根植在阴阳的平衡，而阳气是这个平衡中最重要、最主动的一方。阳气足则百病不生，阳气衰则百病丛生。夜尿、失眠、手脚冰凉、腰酸背痛，这些都只是你身体这棵大树上枯萎的叶子。你不要老是盯着叶子去治，你去给树根浇水、施肥啊，这个根就是你的肾，给肾施肥。最重要的就是补充阳气，点燃命门之火。我今天教给大家的肉桂枸杞茶，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从根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它简单、安全、有效，是启动你身体治愈能力的一把钥匙。但是这把钥匙能不能用好，还要看你是不是真的爱惜自己的身体。你不能指望一边喝着茶，一边继续熬夜、喝冷饮、胡吃海塞，然后还想身体健康。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记住，最好的医生是你自己。你身体所有的不舒服，都是他在给你写信，在向你求救。你要学会读懂他的信号。夜尿是肾在告诉你，我太冷了，关不住门了。失眠是心和肾在告诉你，我们失联了，水火不容了。手脚冰凉是阳气在告诉你，我太虚弱了，走不到那么远的地方。听懂了这些信号，然后用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用简单的食材，用正确的生活方式去回应它，去帮助它。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身体里仿佛升起了一个小太阳，它温暖着你的五脏六腑，驱散了所有的阴寒和湿气。那个时候夜尿自然消失了，你能够一觉睡到大天亮，手脚变得温暖有力，整个人充满了活力。这就是中医的养生之道，也是我们生命的本来之道。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对各位同学能有真正的帮助。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今天影片讲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赞，用力的按下去，并且把它分享给你最关心、最在乎的家人和朋友。你这个简单的动作，可能就在无形之中提醒了他一个重要的健康警讯，这就是功德一件。我们下期见。